本期聊聊这款镜头的使用体验。先说下缺点，腾龙70到300毫米光圈是 f4.5 到 6.3， 并且镜身主要使用塑料材质。另外需要注意的是，这支镜头没有内置光学防抖，你需要依赖相机机身的防抖系统，它结构非常简单，整体为塑料材质，因此手感轻盈，但做工仍然扎实，表面有细腻的纹理，握持感很好。操作也很顺手，我个人很喜欢小巧的镜头，而在全画幅70300毫米镜头中，这支几乎可以说是目前体积最小的，甚至可能是同类产品中最小的一支。它采用金属卡口，并带有一圈防尘防滴的密封胶圈，镜身没有自动手动对焦切换开关，也没有对焦范围限制开关，这些都需要通过相机来设置。镜头后部是电子手动对焦环，转动顺滑度一般，手动对焦响应算理想，可以实现精确对焦。好消息是，这支镜头的呼吸效应对焦时画面视角变化不明显，自动对焦马达安静，对焦速度中等偏快。镜头配有一个尺寸较大的橡胶变焦环，我这支样品的阻尼均匀顺滑，没有卡顿，阻尼适中。镜头附带一个较大的塑料遮光罩。安装时卡扣牢固，表面也有纹理设计，滤镜口径为67毫米。腾龙近年尽量统一这一尺寸，这样如果你购买多支腾龙镜头，就不需要准备不同规格的滤镜。优点方面，体积小，重量轻，价格非常吸引人，在70毫米 f4.5 下，画面中心、锐度和对比度非常出色。不过边角明显偏软，如果重新对焦到边角，边缘锐度会变得很高，但中心会变软，这就是所谓的长取问题。将光圈收缩到 f5.6 或 f8 仍有长取影响，直到 f11 才能在整个画面获得一致的清晰度，变焦到约160毫米。最大光圈变为 f5.6， 此时中心依然非常锐利，边角也明显改善，不过仍略逊于中心。收至 f8 或 f11 后，边角锐度会进一步提升，在300毫米 f6.3 下，中心锐度很好，但不算完美，对比度略低，边角锐度出色，不过存在暗角和色差问题。收至 f8 后，中心锐度大幅提升，边角也更亮， f11 时中心和边角都非常锐利，但色差仍然较明显。总体而言，这支镜头锐度表现令人印象深刻，但有几点需要注意。广角端要注意长取问题，300毫米端建议后期校正色差和暗角，在70毫米下几乎没有畸变，但 f4.5 时暗角明显，收至 f8 后改善，变焦到100毫米后出现整形畸变，300毫米时整形畸变依然明显，最大光圈下暗角也较重，收光圈后有所改善。因此建议开启镜头校正。近摄表现方面，300毫米端最近对焦距离为 1.5 米，比平均水平略远，但仍可用于拍摄较小主体。f6.3 时锐度不错，但对比边缘会出现色差。f8 锐度和对比度提升， f11 时紫色边缘现象基本消失，抗眩光表现相当优秀，广角端几乎没有眩光。长焦端在强光直射画面时才会出现少量眩光，整体表现很好。散景方面，由于最大光圈较小，不太容易获得强烈虚化效果，整体虚化质量还算可以，有时边缘略显生硬，但没有明显问题。这支镜头体积小，重量轻，非常便携。如果你的相机没有机身防抖，手持拍摄或视频可能需要考虑其他选择。但总体来说，以这个价格而言，它是一支值得推荐的镜头。我甚至觉得它比索尼更昂贵的狙镜头还略微更锐利一些。本期内容就到这里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。